上期回顾，外国人打算来槟城退休养老，或是陪孩子读书，想要定居下来，却因为初来乍到，对区域选择一筹莫展。希望我们的区域推荐能帮到你。上一期是东北线第2篇，我们离开了海景房最集中的区域，去了商业、医疗和各类服务设施最为密集的地区。我们在热闹的格尔尼商圈找到了乔治市稀有的适合外国人居住的滨海社区，然后一路向南，在日落洞的卡巴辛道海滨看到了另外一些选择。而同为日落洞区域，我们却又在五级登巴公园附近邂逅了街道氛围接近于新加坡的住宅区。最后特意去紧贴着日落洞的牛乳鹅，远距离欣赏了一下超大型临海社区 The Light。 今天是这个系列的第3篇，我们要去往冰岛的西南线，看看还有哪些适合外国人居住的区域选择。整个西南线包括巴六拜、巴利布劳和直罗巴象3个市镇，但这里只介绍巴六拜，因为在其他2个地方，外国人可选的居住区域很少。巴六拜坐落于冰岛的南部，距离乔治市大约15公里。槟城国际机场和重要的工业区均位于巴六拜，是冰岛不可或缺的商业和交通中心。高架如同城市脉搏般交错蜿蜒，而机场虽然不大，却是马来西亚第3繁忙客运机场和第2繁忙货运机场。从槟城飞吉隆坡或是新加坡仅需1小时左右，飞曼谷也只需要1小时55分。对于有经常多地往返需求的朋友，其实这个区域还蛮适合的。注意右侧的路牌，如果在这里掉头，就会去往美丽的巴黎布劳。确认一下我们前进的方向。没错，是巴六拜。今天是个阴天，云层有些厚，希望在今天实地考察任务完成前可以并注不要下雨。不过估计有点难，因为已经连着好几天傍晚时分降雨了。在巴六拜，我们会重点看3个区域，围绕槟城高尔夫俱乐部和 Setia Spice 文化中心的区域，槟城国际机场附近的 Setia Triangle 社区，以及 Queens Bay 滨海社区。在高架路的第1个出口，我们来到了第1个小区 Treehouse Condo Villa。 一些半开放式独立屋和背靠着山的2栋小高层构成了这样一个幽静的小区。公寓面积1657方尺，目前还在新房售卖阶段，所以感觉没什么人。这个区域位于整个巴六拜的最北部，紧靠着山区，也连接着纵贯冰岛的中线盘山公路。沿着高架路继续往前，会路过一个小教堂。过了红绿灯，再转进一条小路，会来到一个安静美丽的小区。从这里步行5分钟就能到高尔夫俱乐部，喜欢高尔夫运动的朋友应该会对这里情有独钟吧。左侧是附近山路上一些独栋别墅，右边是大片大片森林感觉的植被，作为城市中的绿化真的是太优秀了。还偶遇了一群在城市森林中乱逛的可爱的小猴子们。这块区域也有一所国际学校 Fairview。 这是一间连锁国际学校，紧邻学校也有一些住宅，不过看着年份都比较久了。
因为高尔夫俱乐部与 City Spice 文化中心很近，所以我把它们归在了一个区域。这就是 City Spice 文化中心，这座可以容纳5000人的大型体育场馆，经常会举办展会、公司尾牙、大型婚宴等活动。不过，我们对这座场馆的认知还是源于2年多前陪孩子们的爷爷奶奶过来打新冠疫苗的第一针。今天看上去空荡荡的场馆，那时候却是另一番景象，仿佛还能看到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候打疫苗的人群，还有身着迷彩服维护秩序的军人们。故地重游，还是蛮感慨的。这是文化中心的正门。目前正在举办一个家居展。这里是紧贴着体育场馆的一个酒店。一起看看 City Spice 文化中心周边的社区。1000到1600方尺的公寓，租金水平从2000到4000令吉不等。这个区域的杂货店和市集的选择还是蛮多的，既有 Giant 这样的大型商超，也有 Bayan Baru Wet Market 这样的生鲜菜市场，还有很多小型的，但是可以提供日常家庭所需物品的小商铺。这家 Giant 的整体布局让我想起了原来吉隆坡时的 Tesco， 也是这样大大的户外停车场，有点亲切。也有不少高质量的医院和诊所。这是网评4.7分的私立医院 Pantai Hospital Penang。医院不算大，口碑不错。这场雨到底还是没有忍住。现在是1月初，是冰城雨季的尾巴。目前的阶段雨水还是比较丰沛的，一般3月份会进入热季。雨天的光线暗了许多，明明只有5点多，却像是7点半以后的天色。这是我们今天考察的第2块区域，位于巴六拜以及整个冰岛的最南部，其实距离槟城国际机场只有2公里的距离。目前看到的是 Setia Triangle 商业综合体。沿着它旁边的小路，看看围绕着商业体的住宅区。这里是一些联排别墅。看着小小的一条路，却曲径通幽，越开越里面，雨也越来越大了。总算开到底，
能掉头回来了。烟雨蒙蒙的，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清，现场看还是蛮不错的。回到入口处是高层的公寓，马路对面还有不少公寓选择。这里的公寓基本上也是1000到1600方尺的大小，2000令吉左右的租金选择也不少。这个楼盘和我们社区的 iSantorini 是一个开发商，主打1000方尺以内的小户型，租金的话2000令吉以内就可以搞定了。再补充看一下 Setia Triangle 附近的公寓分布。杂货店、市集主要是各个condo自带的商业街，诊所的话附近也都没问题，但是大型商场或是大型医院的话，需要驾车去15分钟车程距离的 Setia Spice 文化中心区域。Setia Triangle 区域位于整个冰岛的最南部，可以饱览壮观的冰城二桥和马六甲海峡，近距离地观赏国际和国内航班在冰岛起飞和降落，也可以前往众多较隐秘优美的海滩。不同于冰岛北部，外地的游客不太知道这里，所以通常更幽静。从这里如果驱车向西，可以到达冰岛最适合观赏日落的海滩 Long Sand。这里也有一间国际学校，可以了解一下。冰城的雨来得快，也去得快。等我们到达今天的最后一站皇后湾滨海社区附近，雨差不多已经停了，不过天色是亮不起来了。路边的夜市档口开始陆续亮灯，满满的烟火气。这里排队的车辆都是要进皇后湾广场的，可能是因为热带的原因，大马的人都特别爱逛商场。这个滨海社区位于巴六拜的东北角，临近牛乳鹅和冰城大桥。社区不大，住宅和商业设施非常集中，也有好几家诊所，但如果需要在大型医院就医，就需要去邻近的 Setia Spice 文化中心那边。由于会经过交通繁忙的主干道，单程需要预留20分钟会比较好。沿着主干道行驶，这里的公寓选择也是蛮多的。从这里转进支路，进入皇后湾的商业中心区域。先会路过一些休闲娱乐类的商业，也有餐饮、诊所、药房。然后过了十字路口，就会看到右边冰城最大的购物中心——皇后湾广场。到了丁字路口，其实就到了海边。远处看到的山其实是一座小小的岛屿——莫寇山岛，距离冰岛只需要短短的10分钟渡轮距离，也是个人气打卡地。这个下次再聊。路口左侧是紧邻海边的 Queen's Residence， 这个物业有3栋楼，离我们最近的是 Q1， 离我们最远的是 Q3。
这个楼盘也和我们社区 iSantorini 是一个开发商，风格都比较接近。上面是住宅，下面是商铺，有1000方尺以下的小户型，密度相对较高。当时我们来槟城前也考虑过这个区域，紧邻商圈，海景相伴，但是因为区域内没有国际学校，所以放弃了。如果没有学校需求的话，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就是可能会和格尔尼商圈的住宅有类似的烦恼，太热闹了点。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西南线一些适合外国人居住的区域选择。个人认为这个区域更适合没有陪读需求的家庭，因为离机场很近，也适合有新马泰经常往返需求的朋友。希望这些信息对屏幕另一边的你会有所帮助。我是 80s Easy Life Vlog， 谢谢你的耐心观看，下次我还会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我们在槟城的生活点滴。